嘿，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还是你们熟悉的丽姐。每天跟你们唠唠这些相亲故事，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订阅和支持哈。要是觉得今天这故事精彩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呀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那可真是绝了，拍成电视剧都不为过，剧情跌宕起伏，保证你们听了都得惊掉下巴。都知道闪婚这事儿吧？现在社会节奏快，闪婚的例子也不少。可今天这个闪婚故事，那真是闪瞎人眼，背后藏着的秘密一个比一个炸裂。听完你们就会感慨，哎呀妈呀，原来婚姻里头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，到处都是坑和套路啊。故事的主人公呢，是咱广州的一个单身小伙子，小名叫阿强。阿强这孩子真是挺踏实的，30好几了，一直在广州这座大城市里摸爬滚打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事业也算有点小成，收入也还过得去。但这人呐，年龄一大，压力就来了。你瞧瞧，身边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，不是孩子满地跑，就是忙着买房、装修，为了家庭忙得热火朝天，感觉人家都走上了人生正轨。再看看自己，还是个单身狗，时间久了，阿强心里头能不郁闷吗？总觉得自己好像在人生路上掉队了，比别人慢了一步。说起阿强啊，他一直有个特别的烦恼，他对婚姻那可是看得很重很重的，就盼着能找个合适的伴侣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可这择偶标准呢，还真不低，为啥呢？他就觉得自己条件不错呀，所以对未来老婆的要求自然也就跟着高起来了。首先，年龄上太年轻的姑娘他觉得不靠谱，太老的又怕有代沟，就想找个年龄差不多的。其次呢，他心心念念想找个贤妻良母型的，得温柔贤惠，做家务那得是一把好手，还得把家庭观念看得死死的。这阿强呢，还有点小自恋，老觉得自己收入不错，各方面条件都还行，身材也保持得不错，长相虽说不是啥大帅哥，但也说得过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女方的学历和家庭背景那可是相当看重。他自己是从不错的大学毕业的，就一心想找个同样受过高等教育、家庭背景也相对不错的女孩。我刚开始帮他物色对象的时候，就知道这要求可不简单呐。每次他给我列那些要求清单，我都看得头大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差点就跟他说，你这哪是找对象啊，分明就是想找个完美女神嘛。但咱干这行的得专业呀，不管客户要求多离谱，我都得尽心尽力帮忙。谁能想到呢？阿强自己都没料到，这次闪婚他可算是栽了个大跟头，碰上了个能把他整蒙圈的女人。这个女人叫小美，30来岁，比阿强小个2-3岁。她的资料是通过朋友介绍给阿强的，一开始看着也没觉得有啥特别出众的地方，长得还行，身材也说得过去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说话也得体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个温柔的女人。阿强一看，嘿，这不就符合自己的标准吗？心里头就开始上心了。两人接触了几次，聊得还挺投机。阿强就觉得这姑娘太合适了，就这么短短几天，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这感情进展的那叫一个快呀，紧接着就是结婚、闪婚。阿强觉得这就是老天爷安排的缘分，两人一拍即合。交往了几个月，阿强就风风火火地把小美娶回了家，办了个简简单单的婚礼。婚后没多久，小美就传来了怀孕的喜讯，后来生了个健康可爱的女儿。那段时间，阿强可真是乐开了花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对的人，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家庭生活。可谁能想到，生活就像个调皮鬼，总喜欢给人开玩笑。这才过了几个月，阿强就发现了一堆可怕的事儿。先不说小美算是个大龄剩女吧，就说她那婚史简直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了。你们猜猜看，才30出头的她，居然已经结过6次婚，生过7个娃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不是1次2次，是6次啊，娃都有7个了。阿强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还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呢。谁能想到，平时看着温柔贤惠的小美，背后居然藏着这么复杂的过去。那为啥小美结了这么多次婚呢？原来啊，她每次结婚都打着一个如意算盘，就是不想做家务，啥事儿都不想干，就觉得结了婚就该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。对自己的孩子她也不上心，
照顾的那叫一个敷衍。就因为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，前面好几段婚姻都走到了尽头。而且啊，这小美还特别爱花钱，整天就想着让老公给她买这买那，黄金、珠宝啥的。有一回，她居然明目张胆地要求老公给她买价值1万块的黄金饰品。阿强知道这些事儿以后，那心里头的火蹭的一下就冒起来了，简直要炸了。他就去找小美谈，想跟她把这些事儿掰扯清楚。结果一谈才发现，小美压根就不觉得自己有啥错。她觉得结婚就是为了享受的，反正有老公在，啥都能靠着老公。她的逻辑特别简单粗暴，就是男人的钱归男人，女人的钱归女人，女人就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。这还不算完呢，更过分的是，小美居然出轨了。有一天，阿强无意间看到了小美手机里的一些信息，这才发现她在外面有外遇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她跟一个有钱的生意人搞到了一起，把阿强当成了提款机。在家里呢，小美更是啥都不做。阿强一回到家就看到她躺在床上，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，家务事一点都不沾手，连饭都懒得做。有时候阿强加班加到深夜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，家里冷冷清清的，连口热乎饭都没有。这下阿强彻底崩溃了，跟小美吵了无数回。可小美呢，还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觉得你娶了我，就得忍着我，完全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她甚至还把自己那6次婚史和7个孩子的事儿当成炫耀的资本，觉得自己经历丰富，这是加分项呢。她还对阿强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结过婚，嫌弃我有孩子？你要是不喜欢我，那就赶紧离婚。阿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终于跟小美摊牌，说他受够了她的这些行为。可小美不但不认错，还继续撒谎，做出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。阿强的心情啊，从一开始对小美的心动，到后来发现真相后的愤怒、失望，最后直接变成了彻底的崩溃。我作为旁观者，听着都替阿强感到气愤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一个大龄剩女结婚前把自己的事儿藏得严严实实，等男方一结婚，才发现所有的美好都像泡沫一样一戳就破。小美的高要求和她那不堪的过去完全不匹配啊！阿强自己也是个有标准的人，结果就被小美的甜言蜜语和温柔外表给迷惑了，一头扎进了这个大坑里。这种事儿真的是让人又心疼又生气。你们说阿强能不气吗？他之前就听别人说小美是个温柔的女人，结果婚后才发现，这温柔背后藏着这么多麻烦事儿。这就是很多大龄剩女在婚恋市场上常出现的问题，她们的要求高得离谱，可自己的过去和现状却又不咋地。这样一来，看似简单的婚姻其实处处都是陷阱，最后把双方都拖进了困境。所以啊，丽姐在这儿给各位朋友提个醒，尤其是那些大龄男女，在相亲的时候可千万别光看表面。一个人的过去说不定就决定了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未来。而且在婚姻里，双方的责任和付出都很重要，这可是能不能携手走到最后的关键呢。今天这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要是你们也有类似的婚恋故事，或者在相亲、婚姻里遇到啥困惑，随时都能来找丽姐聊聊，咱们下次接着唠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仔细讲讲阿强发现小美那些事儿的具体经过。阿强一开始是怎么察觉到不对劲的呢？有一次，阿强的一个朋友在外面看到小美和一个男人举止亲密，当时朋友也没太在意，就以为是小美普通的男性朋友，但阿强心里头还是留了个心眼。他发现小美最近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，家里多了好多奢侈品，可自己并没有给她买这么多东西啊。阿强就问小美哪来的钱，小美就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说是自己以前攒的。阿强虽然心里不太相信，但也没再多问。直到有一天，阿强下班回家，发现小美又躺在床上玩手机。他累了一天，想让小美帮忙做顿饭，小美却不耐烦地说自己累了，不想做。阿强心里有点不爽，但也没法做。他走进厨房，想自己随便做点吃的，结果发现厨房乱七八糟，看样子小美一整天都没进过厨房。阿强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，觉得小美最近越来越不对劲。又过了几天，阿强晚上起夜，看到小美手机放在客厅充电，屏幕亮了一下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就这一眼，
可不得了，他看到了一条暧昧的信息。发信息的人称呼小美为宝贝，阿强当时就愣住了。他拿起手机，发现了更多小美和那个男人的暧昧聊天记录，这才知道小美出轨了。他气得不行，直接把小美叫醒，质问她是怎么回事。小美一开始还想狡辩，后来看瞒不住了，就干脆承认了，还说反正阿强也管不着她。阿强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小美了解的太少了，他决定去打听一下小美的过去。这一打听可把他惊到了。他从一些认识小美的人口中得知，小美已经结过6次婚，生过7个娃。每次婚姻都是因为她不想承担家庭责任，不做家务，对孩子也不上心，最后导致离婚。而且她特别爱花钱，总是向老公要这要那，很多男人都受不了她。阿强知道这些真相后，整个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方面他对小美还有感情，毕竟两人还有个女儿。另一方面，小美做的这些事又让他无法接受。他试着跟小美沟通，希望她能改正，可小美根本就不当回事，还是我行我素。两人为此吵了无数次，每次吵架，小美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还说阿强要是接受不了就离婚。阿强心里很纠结，他不想轻易放弃这段婚姻，毕竟他对婚姻一直很看重，也付出了很多。但小美这样的行为又让他实在无法忍受。他每天都过得很痛苦，工作也受到了影响，整个人变得很消沉。有一次，阿强的父母来看望他们，看到阿强这么憔悴，就问他怎么回事。阿强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母，父母也很震惊。他们劝阿强要慎重考虑，不能因为一时的感情就委屈了自己。阿强听了父母的话，心里更加矛盾了。就在阿强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小美又做出了一件让他忍无可忍的事。小美背着阿强，把家里的一些值钱东西偷偷卖了，拿去买了自己喜欢的奢侈品。阿强发现后彻底爆发了，他觉得小美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家当回事，也没有尊重他。这一次，阿强下定决心要和小美离婚。他觉得这样的婚姻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，再这样下去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。他找小美谈了离婚的事，小美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说离就离，反正他也无所谓。阿强开始着手准备离婚的事宜，他找了律师咨询了相关的法律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又发现了一些让他心寒的事。原来小美在婚姻期间偷偷转移了一部分财产，这让阿强更加气愤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，阿强和小美的离婚手续终于办好了。阿强带着女儿离开了那个家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虽然离婚对他的打击很大，但他也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教训。他明白了，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不能只看表面，一定要深入了解对方的为人和过去。阿强离婚后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和女儿身上。他努力工作，希望能给女儿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同时，他也开始反思自己在择偶过程中的问题。他觉得自己之前的要求可能太理想化了，导致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。现在，阿强偶尔还是会想起和小美的那段婚姻，心里还是会有些感慨。但他也知道，生活还要继续，他要为了自己和女儿好好的生活下去。而小美呢，离婚后还是过着自己的生活。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还是像以前一样追求享受，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。她的未来会怎么样，谁也不知道。通过阿强和小美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婚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需要我们慎重对待。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一定要多了解对方，不能被一时的表象所迷惑。同时，在婚姻中，双方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相互尊重，相互理解，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。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吸取教训，在自己的婚恋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。好啦，今天丽姐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啦。要是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故事，或者有什么问题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哦。咱们下次再见。再给大家讲讲阿强离婚后的一些生活变化吧。刚离婚那阵子，阿强真的是身心俱疲，工作上也因为这段婚姻的变故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以前他在工作上可是干劲十足，现在却老是走神，业绩也有所下滑。领导找他谈了好几次，他心里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为了女儿也得振作起来。于是阿强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工作计划，
每天提前到公司，把当天要做的事情列得清清楚楚，一项一项的完成。下班后，他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和朋友出去聚会，而是直接回家陪女儿。他学着给女儿做饭、讲故事，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。一开始，他手忙脚乱的，不是把饭煮糊了，就是给女儿穿反了衣服。但慢慢的，他越来越熟练，父女俩的生活也逐渐走上了正轨。阿强的父母看到儿子这样努力，也很欣慰。他们经常过来帮忙照顾孙女，让阿强能有更多的时间工作。在父母的支持下，阿强的工作渐渐有了起色，业绩又开始回升了。在照顾女儿的过程中，阿强也感受到了很多以前从未有过的快乐。女儿的一个微笑，一句简单的爸爸我爱你，都能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他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，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强也开始尝试重新接触一些女性，但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盲目了。每次和女生接触，他都会先和对方做朋友，慢慢的了解对方的性格、价值观和生活习惯。他会带女儿一起和女生见面，看看女儿和对方相处的怎么样。他觉得女儿的感受也很重要，如果女儿不喜欢，那这段关系可能也很难长久。有一次，阿强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小敏的女生。小敏是个幼儿园老师，性格温柔善良，很有爱心。阿强第一次见到小敏，就对她有了好感。两人聊了很多，发现彼此的兴趣爱好和生活观念都很相似。阿强把小敏介绍给了女儿，女儿也很喜欢小敏，经常缠着小敏给她讲故事。阿强和小敏的关系逐渐升温，但这一次阿强没有急于确定关系。他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小敏的过去，知道小敏是个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。之前只谈过一次恋爱，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分手了。阿强觉得小敏很靠谱，慢慢的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。现在阿强和小敏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小敏对待阿强的女儿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。阿强也从之前那段失败的婚姻中走了出来，重新找到了幸福。他经常会想，如果当初自己能多花点时间去了解小美，也许就不会有那么惨痛的经历了。通过阿强的经历，丽姐还是想再次提醒大家，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，一定要谨慎对待。在相亲和恋爱的过程中，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要多了解对方，看清对方的为人。同时也要学会在婚姻中承担责任，相互包容，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真的讲到这儿啦。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学到点什么，在自己的感情道路上一帆风顺。要是你们还有其他想听的故事，或者有什么情感问题，都可以随时来找丽姐，咱们下次再聊。